大家午安，我是陈妍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开始要先带您来看到的是，川普现在呢上任之后，他其实四方大战。它里面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在内政的部分，因为他选举的时候，他一直很强调一件事情：美国现在百废待举，最重要的边境政策，马上发布行政命令，去美墨边界增派了1500名的士兵。而其实呢，除此之外，他还在五角大厦里面开始拿大刀来改革了。第一个开刀的是谁？是这一个海防队的女司令。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啦，她领导不佳哦，她里面有特别强调，她做海防的嘛，边界问题，她觉得呢，她根本就也没做好。另一点，为什么拿她开刀？也有人说是因为啊，这个 DEI， 也就是这个多元兼容等等政策呢，他这个川普基本上认为这不符合他认为的价值观，所以呢，在这一个部分，他变成了第一刀。另外还有什么？还有很罕见的密利，也就是前参谋长首长。其实呢，他们基本上都会有照片，放在五角大厦里头。结果现在就直接抄川普把他给拿下来了。原因是因为他曾经批评过川普，所以就讲说呢，现在只要曾经跟他为敌的，通通都会出手，管你是4颗星星、5颗星星、几颗星星啊，都一样。基本上现在除了说呢，内部要出手之外，外部呢也很多人担心被川普出手，比如说是欧盟的部分，波兰就直接告诉大家，不要问美国能为欧洲做什么，我们自己能自己做什么。现在当年被美国要求我们的军费要到 GDP 的2%，明显的就不够嘛。特别是现在是什么样的时间了，所以呢，他就直接讲了，我们应该要提高军费到5%。这样子才有办法能够对抗俄罗斯。此话喊进了泽伦斯基心里了，因为很明确嘛，川普就没有要再帮忙他的意思，所以现在呢，他就直接讲，欧洲啊，拜托帮忙啊，派兵20万来帮我们协防乌克兰吧，不要再让俄罗斯进犯了。可是对于欧盟来说，这真的是他们主要的想法吗？因为你会发现，先前一些比较鹰派的人，或者是一些呢，比较挺泽伦斯基、挺乌克兰的人，现在好像略略的都有些转向。比如这一位，这个是贝尔伯克，德国的外长。德国的外长呢，现在就在讲了，说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先思考的是，回归到我们自己本位上面，我们到底川普上任之后，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局势？欧洲何以自处？不是只有他他马克龙都讲同样的话。他强调这个 G2 两个是什么？我们不能被他左右啊！他们两个竞争，我们不要被他们左边拉着走，右边拉着走。另一个呢，反中大将冯德莱恩则终于承认了，我们放弃俄罗斯的能源，其实让我们付出了非常非常巨大的代价。强调的是，自由是有代价的，能源价格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付出最大的代价。而且他也说了，现在是本着公平和对待精神，跟中国建立更平衡关系的时候了。希望呢，能够自己跟中国对话，然后进行一个有建设性的接触。这一些话，其实呢，你很难相信来自冯德莱恩他所说，因为他以往对中国是非常非常鹰派的。结果呢，在这一次的记者会结束之后，有记者就跑去问他了，说：“想请问一下，主席，您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那想要问问说，对于川普的政策的时候，记者在旁边有发问，他转头有听到，听完问题之后，直接不回应，甩头就走。很显然的，对于这一些自己立场上面的转变，他不想要多做解释。大陆网友则直接讲了，很明显嘛，就是川普那一边，也没有邀请他去观礼，川普那一边感觉好像会威胁他们，所以呢，他就试试看有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合作，才会想到我们嘛。毕竟呢，现在中美之间很明显的是一个对杠，比如说在军武上面，6代机呢，在去年12月底的时候，陆陆续续发布之后，就有人说了，好像不是只有厉害6代机而已，他们的隐形涂层以前是涂层，现在已经变成了蒙皮了。什么意思？蒙皮就像是我们的皮肤那样啦，它其实呢在材质上面更加的轻量化，同时它能够吸收的
宽频段雷达波，其实呢更加的厉害，那就表示它的隐身术会更好。另一点是什么？他们说了，美中之间的在设计这种新型战机最大的差异就是，中方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呢，他们速度快。比如歼20，它从试飞到实际部署实战大概6年，但你看看 F-22、F-35是15年，这里面当然有技术问题，还有经费等等的问题，所以呢，未来在战机上面要超越美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至于 AI 的部分呢，这个川普上任之后，马上就找孙正义来，我们要大力发展 AI，一投多少？5000亿。好，可是问题来了，来中美 AI 争霸，到底谁能够主宰全球？这个人跟川普好了吧？叫马斯克。马斯克现在告诉你啦，说我其实不看好川普的这个承诺投资经费，他觉得就是第一，经费可能不存在；第二，这个基建计划，他觉得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打一个大问号。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川普上任之后，很多事情重新洗牌。当然啦，世界上面的布局之外，他们国内的布局也该转变，特别是在军方。我这个就是对性别多元化还有 DEI，第一时间就做人事调整了。对啊，那这个反正他本来我们只是好奇他会处理到什么程度啦。因为本来大家有说支持 DEI 的军官可能高达40%，那这样处理起来还得了啊？那目前看到他是拔掉那个将军嘛，是，可是往下要处理到哪里还不知道啊。那另外一个就是针对驱逐那个非法移民啊，那就先增加那个边境的防守的那个士兵嘛。我听说有人列了3.6万名那个非法的华人，川普也要当做第一波驱逐哦，因为华裔大概有8万人，是非法的。是，那听说现在已经有列了3.6万人，不过这个还要进一步看啊。那冯德莱恩表这个态也没什么用啊，因为我认为俄罗斯即使要找也不会找他啦，是，他应该是在等这个2月德国改选之后，那新上来的基民党，他去找基民党的新的总理就好了。我找你干什么？对不对？你只是拿俄罗斯当做牌来跟川普撒娇啊，就这样而已。我觉得川普未来面对的局面现在很难预测啊，因为他不是只有对抗民主党啊，他也对抗共和党的建制派。所以他在那个1月16号不是写了一个 True Social， 对，然后点了10个共和党的建制派黑名单嘛，那很不幸里面有4个来过台湾，可是不管了，我的意思是说你民主党也对抗，共和党建制派也对抗，对啦，那这个 Deep State 啊，怎么可能不反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进一步观察啦，就是说。川普真的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了？那 Deep State 给你出包啊，因为美国的 Deep State 要出你的包是蛮容易的就是我把资料外泄啊，或者是我故意制造一个事件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啊，那个孟晚舟在加拿大被绑，那个 John Bolton 就没有告诉川普John Bolton 事实上早就知道了，他是国家安全顾问，是。他知道，可是却没有告诉川普。所以川普知道也无可奈何了，因为司法部已经干了。就是司法部里面有一些人有跟 John Bolton 讲，那他们广义都是 Deep State， 那川普就只好认了。那未来我坦白讲，我认为台湾也要注意了，因为共和党建制派很多都是鹰派，那搞不好就制造个军事事件。那让台海发生紧张状态，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你这讲的挺可怕的。不就是这样啊？这没有办法不然孟晚舟那个事件难道不是这样吗？就是他们对中国的敌意远超过川普了那川普可能有一些想法因为现在给人家感觉就，奇怪，你这个就职演说怎么没有提到中国是威胁呢？那怎么没有提到中国的关税啊？是。
那又传出来了说你100天要访问中国，是啊，然后今天我也看到了那个大陆那个国师啊，那个他突然之间就传出一个说希望不是王沪宁啊，那个不是现任的啦，就是那个郑永年啊，郑永年就说，哎，中美应该可以来谈第4公报啊，他今天就发这个言，所以这个就很耐人寻味了，就是可能双方都各有所需啦，那我相信川普这边也会有人这样想，那中国大陆那边可能也有人这样想，可是共和党建制派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你失败。就是目前这个线下的局势来说，说实话，美中他们内部各有一些问题，美中内部各有一些需求。那大家会不会，你有需求，我有需求，我们 win-win 来创造一个双赢？但是也许会有人出来搅局，那这里面就很多不确定性。来请教一下盛峰老师。至少现在川普政府虽然才就任了几天，但是就是这几天给我很深刻的感觉，很像汤姆克兰西的小说一样，充满了你认为不可能的剧本，可能就在悄悄的演出。对，这我完全你说，哎，这怎么会呢？好像是在演戏的剧本一样哦，而且那个剧本是你很难想象，就汤姆克兰西的这些小说所写一样。那假如从这角度，我们分别几项来看，第一个，他很多他是见机理机的在做了，到刚刚上节目前，我还看了一个资料来看。他已经逮捕了300多名的所谓的非法犯罪移民了，不止如此。这个芝加哥是一个大本营啊，但是消息外泄了，那么本来这2000人，这是今天的行动啊，这暂时喊停。所以芝加哥现在呢，这个外籍移民的社区啊，现在人走空啊，空空如也。那么在这个工作的场合上，这有一家这个厂商啊，他有50个外籍的移工在做啊。那么上班只剩下了10个人左右，等等啊，这些情况都发生。那这些人是谁？就好像川普呢去参加圣公会的这一个祈祷会的时候，这个主教啊所讲的那些人呢，那个女主教，对，那很激进啊。主教是你的也很少看到，我也很少看到圣公会的。那他讲的就是说，你看的这些帮我们收餐盘的。在屠宰场帮我们工作的，帮我们这个在建筑工地的啊，等等，这一些人现在都很恐慌，他们没有犯罪者，他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你来看看，一边是放出这样的信息，而且就在你总统、副总统的面前，我就公开讲给你听。那一边呢，我现在见机理机的要来做这些事，这个社会你觉得会这样安定吗？有看美国的政策执行力啊。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啊？我们是真的，我很难想象啊。那深层政府也好，犹太资本政府也好，什么这个等等啊，这建制派的反击啊，到底会用出什么样的手段？真的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个的美国也好，世界也好，都处在那一个动荡的空档当中。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看欧洲。这洪德兰所讲的这些话，你不觉得这好像过去不是中国政府在说的话吗？中国政府不是以前对欧盟大概就是讲这说，哎，你不要被美国带着走嘛，有什么事我们两边的欧盟是欧盟，美国是美国嘛，我们大家讲。可是呢，这个话今天怎么会变成是如此的一个情况呢？那么另外呢，就6代机的角度来看，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它代表了一个很大的意义啊，这个意义就是过去所有在军事这种先端的军事上是只能跟着美国走，最多是抄袭他所做过的路。他有5代机，我赶快后面再做看，从来没有出现过，包含俄罗斯在内没有出现过的，就是他既然有一个我想做而没有做成，或者我停止做的，被另外一个国家领先完成了，这个是没有过的。这个应该对美国的刺激跟冲突啊，就好像马斯克所讲，就好像当时俄罗斯放的第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啊，把它吓到了一样。但是吓到归吓到，当年的美国所拥有可以追赶的条件，跟今天的美国可能是不一样的。最后呢，5000亿的 AI 啊，数字很好写，钱可能也很好编，但是就看看过去美国政府常常编列的预算所做的结果。
那个执行力啊，可能你会摇头。好，所以这马斯克不是很看好，说，川普上任之后第一次打脸他。但想请教一下大钟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川普上任到目前为止？有人说他在这蜜月期可能很短啊。对他这个跟马斯克蜜月期，我觉得应该还可以撑一阵子。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川普还就是那个川普，他的风格还有他的价值观理念是从一而终的。就是绝对不能被占便宜。他在就职演说第一段又重新提了一次。那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点，就是他还是很喜欢用那种领导者的直接对话，我跟你面对面，产生新的动能。这新的动能也许可以克服掉过去一些障碍，然后往川普希望的方向前进。所以他这一招在1.0的时候用过，不管成功与否，他对金正恩、对习近平、对普丁都用过。那现在上任没有多久，他又再讲了一次，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因为他这样是锱铢必较的，所以对美国来说，那个盟友、伙伴、对手的界限就会比较模糊。看起来头号对手还是北京没错，但是其实欧盟也是严阵以待。冯德莱恩的讲话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北京一直说欧盟你不是在做战略自主，怎么在拜登任内被牵着鼻子走？可是当时欧盟跟美国在很大的状况之下是合在一起的。那现在不同，为什么？因为川普的矛头不是现在才点欧盟，是早在去年就点。因为美欧的贸易逆差2-3千亿美金，川普讲的好直白，他说欧洲联盟对我们不好啊，所以现在欧盟是非常紧张。那最后给我提一下，泽连斯基说未来应该要有20万人到乌克兰做维和行动，我觉得几率是0。第一个是北约目前为止的维和大概就是在科索沃，就几千人，北约也没有这么大规模。第二，全世界维和能量最强的是联合国，但是目前为止就7-8万，而且是全世界10几个任务，通通加在一起7-8万人，所以我不太知道泽连斯基所讲的20万人是从哪里冒出来。以北约盟国而言，不可能。川普昨天还在修理西班牙，因为讲了半天，还有1/3的北约盟国 GDP 国防预算不到 GDP 的2%，这里面最后一名是西班牙，只占1.2几而已，所以要往前走还有好长一段路啊。是好，但也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啦。川普他现在说什么？他说我所做的一切绝对是美国利益优先。我告诉你，美国在我的带领之下会进入一个 Golden Age 黄金时代。但是呢，这一切是什么？是要不要被别人占便宜呀？这里面特别强调了，就是如果说呢，你对我有要威胁的话，我关税吓死你。金砖国家是不是？你要威胁我的美元，我就加征你100%的关税。中方听到之后，马上讲说呢，我们都认为啦，贸易战跟关税战不会有赢家，大家 win-win 共赢。不是很好吗？而且比起贸易战，线下的大陆它有它内部的问题，它当然更希望的就是什么？大家重回谈判桌嘛，化解分歧，重新再来谈判，对你也好，你的状况也是有，对我也好，这不是都有一个喘息空间吗？川普现在已经告诉大家了，说我希望就日100日内能够呢去到中国访华，而且呢，本来说的60%的关税，现在在记者会上面自己讲出来是2月也许加征的是10%啦，所以大家就讲说呢，这一切就是一个信号，告诉你说，其实也是一个橄榄枝。中方这边当然也会说些好话，副总理丁薛祥怎么讲的？我们愿意把蛋糕做大分好，大家呢门打开，大家都能够分到更多的蛋糕，大家都能够吃得更好，不是很好吗？但是如果真的美中不好的话，也会有人开心啦。譬如巴西就会想说太好啦，当年呢，川普1.0贸易战的时候，我们受惠，现在2.0你又要再加关税，我们又是另外的商机了。譬如说啦，这个大豆，你以前呢都跟美国买，现在你就会跟我买，当时的市占额呢就会马上的要升，那这一些都是在美中对尬之后所获得利益的对象。新加坡总理则直接说了，这个 G2 2只大象千万不要吵架，因为只要一吵之后，就会是第3次的世界
大战边缘。因为呢，两边如果真的完全经济断钩断链的话，对于所有的人都会是一个伤害。好，可是呢，讲是这样讲，对于自己的敌人，现在川普看起来没那么凶，但对自己的朋友还真打。因为呢，目前加拿大、墨西哥课25%的关税，很多人说呢，这一些都是要提前谈判施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把那一些去到你那边的汽车厂啊，去到你那边的这些工人啊、家电厂啊，全部都要回来。而且呢，目前也会挥向加拿大的廉价石油，这就变成了现在如果说呢，真的是要对打的话，他们就讲，如果我出口到美国的能源，你到最后呢，你还要跟我来这样子来来往往的话，那没关系，我们就准备来打仗。而加拿大呢，也没有拜示弱啦，我就会不小心反抗你，不小心违背你的意思。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的皇家骑警在选无人机的时候，我就不小心勾到你最讨厌的大疆，而且这个直升机、这个无人机是什么？是会飞到边境的。我就是匆忙下单嘛，所以才会下到大疆。那不好意思哦，中国的大疆就会飞到你的边境去，你可能就会有些烦恼了。目前在美中之间是这样的状态，在美国跟他的邻居之间是这样的状态，但是呢，他要怎么样来对抗所谓他想结束的俄乌战争呢？普京现在他警告他2选1，不结束俄乌战，我就会关税制裁。但也有人在讲啦，普京已经告诉了你对我制裁那么多，你不先减一些，我怎么跟你谈？那你已经对我制裁那么多，你还能怎么对我制裁呢？美国其实到现在为止呢，还有进口俄罗斯的哪些产品？所剩不多，大概剩下化肥、动物饲料，还有一些金属跟机械而已。你俄油的部分，2023年你就已经没有再进了嘛，所以大家也在讲这一些是不是你的筹码就不多了？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瑞典财长在讲说，2021年他觉得这边好亮好亮，但现在呢好像没那么亮，是不是真的俄国的经济衰退呢？只是在前线上头，你看起来俄军打起来还是相对乌军游刃有余的。10万俄军呢，现在集结在攻的是苏贾，而乌军在库尔斯克这边呢，因为已经变两面包抄了，所以陷入了危机。目前防线在最后一战。前五角大厦的官员看完之后，他是这样讲的：说乌克兰本来就是美国的反俄工具，不好就丢。换句话说，是不是现在五角大厦这里的官员也不太看好线下乌军的状态？那什么时候会将乌军捐弃掉？不好就丢，大家就想问问看，特别是乌克兰人很在意了。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川普现在呢？对于你威胁我，我就会威胁你，告诉你我加你100%关税。不知道川普知不知道中国是金砖成员啊？我跟你讲，他是在扯西班牙，对吗？他以为西班牙是金砖成员。我其实川普我不会在意他说错话啦，因为他知道他真正的重点啊。他这次那个就职演说，你可以发现比较难的问题，他就故意不提。比如说中国，他就淡化了。俄乌战争也没有提。是，连格陵兰都没提哦，怕得罪欧洲哦。所以我是觉得他还是知道轻重啊。那这至于国内的，大家都在期待，你不是企业所得税要从21%降到15%？对，小政府嘛。你怎么没有讲呢？所以我坦白讲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明年就要大选，2026，期中选举。对，川普只有4年。所以我认为他这一届跟上一届会不太一样，他一定要有进展啦，他不能再吹牛了啦。我跟你讲，他真的想要历史留名啊，可是我觉得他会比上一届要成熟一点，因为上一届他对美国联邦政府也没那么熟，对，那常常被深层政府把他架空，是，比如说给你搞了一个孟晚舟事件，那后来科技战就才开始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会紧紧的把权力抓在手上啊，可是会比较步步为营啊，就他比较有经验的啦，所以我觉得，所以我才说他如果100天内真的要去中国啊，也不会瞎吹牛，因为他所碰到的对手中国啊，
中国经过这几年，从2018贸易战到2024啊，科技战2019到2024，人家也变强了，该处理的也处理了，长胖啦，对，现在出口到美国只剩下14.2% 啊，是，当年2018是21%呢，让中国大陆2025中国制造，现在经济学人、金融时报也都承认成功啊，是，就产业升级了嘛，半导体虽然还做得比较慢，可是成熟制程也大量都做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川普要对中国要求他立即做大幅让步也不容易，那现在就变成是两个都变得比较，应该说是比较有经验的啦，两边都做好一阵子了嘛，所以就比较有经验，所以我认为他们要打交道就不会像上次这样随便就又进入了冲突状况，因为我跟你讲，你如果进入冲突状况，那我跟你讲，你川普就别想在4年会有什么伟大的成就了啊，对了，因为你2026就要期中选举了，你不要以为你赢很多，事实上他的总选票只赢了1%多，众议院220比215，那一瞬间就逆转了。那民主党已经磨刀霍霍，要准备明年要对付你了。是，所以民主党的媒体都已经集结了，对你一点都不客气啊，所以你看那个 TikTok， 他就立刻让步了，他说50-50嘛，好不好？你看他让了多大，那根本就过关了。为什么呢？因为 TikTok 外资字节跳动公司掌握了股权，本来就只有39.1%，对，大部分外资，那其他都是美资啊，除了软体银行之外，通通都是美资。那只要收购就好了啊。美国这些投资机构，你们都卖给我的马斯克了，好不好？那这样不就解决了？所以我跟你讲，他事实上都在算，退到50-50就是过关了啦，就 TikTok safe 了。那为什么他需要 TikTok？明年要选举，媒体啊，我手上媒体不够啊，我只有福斯新闻，我只有那个 X， 这样怎么够打？还要出 social， 是啊，我除了搜寻那个太小咖了，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现实面。OK， 那你如果真的要历史留名，你的成果就是要一步一步往前搭嘛，要堆叠啦，所以我认为，去访问中国，我认为会是相当严谨的啦。OK， 双方都会很严谨，所以中国大陆也会派人来美国这边磋商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不要小看川普，他不再是这个4年前那个吹牛大王，OK， 所以他现在讲狠话还是会有啦，因为那个媒体会有标题啦，对不对？对，但是做的部分为了引起注意，对，因为他还是他喜欢，可是真的在推，你就看他以内政改革为主嘛，另外就是从加拿大、墨西哥来试刀嘛，对不对？那就慢。有策略的选点是，那请教一下盛峰老师会怎么看？这样，与其说不要小看川普，不如说不要小看中国了。这样，我们用一个假设，假设都一样，对吧？假设有一天，这个美国把自己像铁幕一样孤立起来，中国大陆也被像铁幕一样都孤立起来，那两边完全脱钩断链，那你觉得谁活得下去更容易一点？很简单嘛，绝对中国大陆比美国活得下去会更容易嘛，这就是现实。这个已经跟50年前、40年前的美国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50年前的美国要资源有资源，要产品有产品，要什么他都可以弄得出来。今天是要什么他都弄不出来，除了有钱以外，他今天最多的就是钱嘛，就是资本嘛，它不是产品嘛。可是国际上要活得下去。当你被整个脱钩断链，那钱也要买得到东西呀。是，这个是一个中美之间最不一样的。我们只看贸易战来看就好。从2020年到24年，这整个中美的贸易里面，中国大陆的贸易额是增加了1兆美金呢，就是这4年来增加了1兆啊，这是1万亿美金。那中美贸易呢，很简单，只跌了多少？只跌了489亿啊，那相对的呢，在这个当中这几年，整个贸易顺差，中国大陆所赢得的贸易顺差，很抱歉啊，它还是从美国还一样照赚3600
200多亿嘛，就比4年前只少了341亿嘛，它增加了1兆，这边只减少了300多亿，那钱呢？它从哪里来？它全世界里面，它已经把市场打开，它不像台湾嘛，他说我们不要只要把篮子的鸡蛋都放在大陆那个篮子里，我们要篮箱放哪里？结果放了大半天还是放不出去嘛。而中国大陆很清楚说，我不能把鸡蛋放在美国这个篮子里。是，他讲完之后，他真的做到了。美国现在已经第3嘛，第1是这个东协，第2是欧盟，第3才换到了美国。那么这都是一种很现实的成就啊，摆在那里。同时，我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问过很多的学者专家，真的关税万能吗？对，好像在川普的眼中，关税是万能，谁不听我就关税他。可是依美国今天的条件，关税真的是万能吗？我好像到现在没有人给我一个完整可以说服我的答案，说美国真的用关税可以打死所有的人，好像呢这个东西呢看待是看不出来的。是，请教一下大中老师会怎么看？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也很同意，就是川普已经不是那个2016年刚选总统的川普啊，他已经是进化版的川普啊。当然，1任总统中间经过4年都没有消失在公众这个视线之下，那现在又上来，所以他比过去更有经验。那川普1.0的时候有个特色就是谁说了算。对啊，如果根据一些当时的高层官员后来出的一些专书，或是媒体的这种深入报道，其实那时候是很混乱的。川普可能要执行一些事情，可是他下面的幕僚、核心的官员会想办法去影响川普。那这一次我觉得就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最在意的就是对他而言，他真的是很信奉关税。他就职演说里面的讲法就是反映他的基本逻辑，关税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它可以为美国带来很多的收益，这是他的认知，不管是对是错。那同时，关税也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的认知可以逼迫他的对手达到他的目标。以对中国大陆而言，它就是贸易失衡，是贸易赤字，要改善不公平贸易状况。那所以这一次哈，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看，川普在他胜选之后，第一批所公布的人士都是国安传统的国安人士，从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安顾问，那这些人其实都很强硬的。尤其是反映在对中鹰派、对中强硬，那倒过来也对台湾也有比较多的一些好感，但是这个跟川普的这个主轴，我觉得不是100%的契合。因为川普要的东西可能未必是我要把你击溃，不是击溃，不是他要的是从中国大陆手中拿到一些。那中国大陆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但台湾议题不用说，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我觉得中国大陆从习近平过去4年跟拜登打交道，他要的是你对中国的认识，你要如何去定位美中关系？因为川普1.0是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所以到了前几年会听到一个说法，拜登说美中关系最重要是扣好第一颗纽扣。什么是第一颗纽扣？就像我们男生女生扣西装、扣衬衫，第一颗纽扣扣不好，下面整排都歪掉。就是你如何看待中美？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川普也许可以做一些调整，因为川普要的未必是他下面那些国安这个高层啊，国安团里面要击溃这个北京，所以这里面还会有一点点的空间。那最后就是，我觉得现在就台面上、台面下的沟通很多，有的是我们看不到的。那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出手，都在试探。就像我常常讲，武侠电影里面的2个高手还在围着圈圈，好多招式，刀跟剑都还没真正撞在一起，都在看对手的破绽。我要想未来5招、6招、7招之后的事。还在转圈圈呢，而且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 Golden Age， 那个才是重要，对他来讲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他搞不好也想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想的好，你不要低估哦。想的好多。来，川普想去中国，谁现在在中国？来，泰国总理现在在中国。这位美女总理为什么去中方？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先前这位艺人新兴王星事件，让大家吓歪了。怎么他只是去泰国这边拍个影片，结果被抓到了诈骗园区？所以据说啦，目前呢，在中方所有的游客退团的退团，取消订单的取消订单，逼得泰国总理不得不用 AI 中文来跟大家说。来看看这个画面。我留意到近期关于中国公民被诱骗至泰国周边地区诈骗窝点的新闻，
已经引发了广大中国游客对泰国的安全问题和人口贩运的担忧。作为泰国总理，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泰国政府将所有游客的安全置于首要位置。因此，我已要求有关当局加强合作，共同提升安全标准。好，他用普通话来跟大家讲，绝对会确保大家安全啦。目前呢，2月初要去这个会见习近平，然后呢要重建陆客的信心。那基本上啊，现在游客就是跟你讲嘛，取消了很多嘛，所以呢，大家害怕什么？是很多人去到泰国，其实呢喜欢的是自由行。那业者讲啦，目前退单已经达到了30%，往返的机票也降价到近40%，你就知道一定是需求大量的下减，所以票价才会大量的下减。那对于泰方来说呢，他们也知道中方在意的是什么，因为中国外交部已经呢去约见了泰国缅甸大使，跨境电诈犯罪，我们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呢里面据说有蛮多呢都是危害到中国的公民，所以他们也联合了5国在扫荡中南半岛的诈团，说光5个月呢就逮到了7万人，还有5名嫌犯呢，5万名的嫌犯被遣返。那里面呢就是在包括那个王兴被抓去了妙瓦底电诈园区这边，要如何把它这个新的诈骗的大本营把它给铲除。基本上之前其实中方呢有出手过一次，那个时候呢在泰国隔河缅甸边境那边呢，他们有曾经把那边给铲掉，但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要怎么办？他们就讲啦，这边他们发现为什么它还能够存活，因为它用的是 SpaceX 的星链去躲避所有的打击的这个难度，所以呢让打击难度大大的提高，而且呢缅甸军政府这边也有感受到中方的压力，所以他们的2号人物呢赶紧出来见泰国军方，我们两边一起来合作吧。可是他也一直强调你看你泰国现在是不是还在提供电力、提供网络、提供其他必需用品给这个诈骗集团？我们大家要一起核心来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会牵扯到的除了旅游观光发展之外，还有最大宗的就是所谓的经济问题。先前呢，这个榴莲我们说了，中方在进口东南亚这边的榴莲，越南跟马来西亚都紧追在泰国之后了。目前呢，进口量在去年已经打破纪录到70亿美元，156亿公斤。越南现在正式加入，当然慢慢的就已经成长曲线直线上飙，威胁到泰国，你看相距的非常近。而且呢，越捷航空现在呢跟中方也开始可能会成立他们的第一个布局东南亚啦，因为呢中国商飞这边已经开始在梳理相关的法令了，也就是说呢，越南呢它有可能会让中国商飞飞机变成首个真正有意义上的海外用户，再加上C919计划2025年要开始呢产50架。那这里面呢，有可能下线量达到30架，抢占的全球市占率。从商业的这个飞行当中，到你线下的这些进口或者是人流的移动，里面所牵扯的就是满满的钱，还有满满的商业利益。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所以呢，让泰国的这个贝东丹必须要用 AI 讲中文。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贝东丹想的还要严重啦。因为它就是泰缅边境，我坦白说了，不排除泰国政府跟缅甸政府也有人从中获利啦，就是政商勾结啦。然后妙瓦底这一些电诈集团有回馈给政治人物拿到钱啦。那事实上在妙瓦底犯案的人也有很多是中国的犯罪分子，那因为他绑架电诈，主要还是针对中国的民众嘛，对，所以他就是绑架会讲中文的人。是，你想一想啊，这不是旅游的问题这是我会不会被绑架的问题对，所以变成你泰国你要怎么证明你的安全呢？你如果没有一些重要的涉案官员下台，我会相信吗？你办给我看啊，然后你跟中国、缅甸应该要立刻协商一个打击小组啊。如果你的军队你认为不够用，那中国大陆跟泰国、缅甸用联军去清剿啊。
你有做到这个程度吗？是，因为我们上次看到那个北方就妙瓦底上面，后来不是泰国军队就直接进去了，对，那把那个4大家族都整个铲掉了嘛，是，对不对？为什么他那个地方做得到？因为那地方是讲华语的，而这边不是啊，这边就比较复杂嘛。所以我讲白了，第一个要负大责任是缅甸，那第二个就是泰国啊。我是站在我这个从政的经验，我直接判断就是泰国跟缅甸是勾结的啦，而且是政府。我当然不是说贝东丹啦，就是你们政府里面有人可能有人涉案啦，怀疑有人涉案啦，有人得到好处啦，那纵容这样的犯罪行为继续蔓延嘛，不然这个真的要抓人，我看抓几千个少不掉啦。是，两边一定涉案的人极多啦，那当然也包括中国这一边，因为总要有人去招揽中国的旅客嘛，各种，然后到泰国，这个王兴他以为是要去表演他是被骗去的，他的想法是这样，可是他认为他是去泰国，对，他又不是去缅甸，对，我怎么知道我在泰国会被绑架？这个多可怕！而且现在我看过一些资料，事实上演艺圈很多人还没有回来还在缅甸所以你说一般民众哪里敢去啊？王兴还是知名人物而且我听说他解救的过程就只有一句话，说你们抓那个人，那个人是有名人物啊，就放了4天，就放了就他们就知道惹到不该惹的人，因为这个人有名啊。比如说陈燕莹如果被抓，陈燕莹很有名就放了那一般老百姓呢？一般老百姓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怕的地方是在这里。是，所以我认为贝丹东总理，你如果真的要救回信心你要做很大的动作了。对，不止扫黑了，而且要扫白道了。你如果只扫黑道，没有扫白道，坦白讲，很多人还是不会相信的。因为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在王兴事件之后，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受害人出来，他们讲说里面绝对是集团化的经营，而且呢，他还会有你一开始是在 A 栋，然后说那个一栋很大一栋，然后之后呢，你要去 B 栋训练，最后去 C 栋工作。你看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化经营，如果说呢里面真的盘根错节，跟政府有关系，那是不是能够真铲除？我们先进广告。我们讲到泰国跟缅甸边境的这个诈骗，请盛峰老师来帮我们解析。是这样子，这个讲诈骗是一件事，因为这个实在讲起来不是短时间可以讲清楚。我现在来讲，为什么这一个案子不是泰缅2个政府的高层可以来决定的？因为缅甸来讲，它是一个金华，中央是控制不住的。就泰国讲起来，那边界的利益啊，还有那我再来讲一段给各位听听，泰国是怎么来赚这一笔钱。那我现在举个例子。我要进到缅甸，理论上我是不是要先出境？对，然后缅甸办入境。是。那可是我现在就就把你带进去了，对不对？好，那你想办法去捞人，人捞到了，那捞到就从缅甸要进泰国了。请各位注意听，故事从这里开始。那你捞到了，那你没有出入境啊，所以你进来，你当然就是偷渡入境嘛。所以先进到那个类似移民局的管理的这个监狱去。那去了以后呢？那你一定赶快通知家人啊！我已经出来了啊，出来可以啊。那你要在这个监狱有不同的待遇，就要付不同的钱。睡地板的10块钱啊，然后呢，睡床上硬板床的要100块，然后呢，要有棉被的，可能要1000块。举个例子，那谁在收？当然就泰国的这些牢头们在收。那收的时候，收刮的差不多了，收刮的差不多以后呢，那就开始判刑，说 OK， 那你就要属于是。因为这一阶段是行政拘留嘛，再过来叫司法审判嘛，所以又把你出去要审判，你很高兴，以为要去司法审判了，没有，就到司法审判的监狱，又来一次，又来一次，又来一次搜刮那个搜刮更合理了，因为监狱里面那更多的人来搜刮你了，包括你要抽烟，你要反正一层一层的剥完了以后，终于判定你可以回家了，那你很高兴了，可以回家了。那回家的时候要买机票，对不对？很抱歉，
机票只能向我指定的机构买，所以一张1万块，你可能要10万块，你才可以买得到。你想想看，放一个人进去，当然要一笔钱嘛。为什么？因为不是要钱，让一个人进来有没有？然后一个人也又赚一笔钱呢？你说说这样子的一个生态怎么办呢？好，有人讲说把它断电，断电不重要嘛，因为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用发电机。断电不是问题，好，断网有星链也不是问题。那我就找星链公司啊，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某一个人买的这个整个的频宽，那我再来转租给你嘛。所以是他犯罪在用，买的人没有犯罪嘛。所以整个的这个链子，好，再来看，那泰国跟缅甸这又很麻烦，因为这个民族里面，泰国跟这个金华之间是很微妙的关系，所以他想要稳定的时候，他就跟他维持关系。那你不听话，不照我的意思做，我就放一些原来从这边逃出来的缅甸人回去跟你捣蛋，那怎么办？所以那是一个最后为什么中国大陆会出手，把这些人都找来，然后决定要做什么？因为已经不是这些政府可以作为了，就像湄公河惨案的故事有没有？现在就在这里发生了一样。是，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大钟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请大钟老师帮我们总结。对，我们看到泰国这个总理这么严肃的刻意用 AI 去配中文喊话，代表说事情也蛮严重，因为不止重创泰国的观光可能对国家形象有影响。但是这个事情应该是早就是一个产业链，电信诈骗产业链。其实这一阵在网络上好多类似的一些受害者的现身说法，他们的大概一致的讲法是这些邀约都以假乱真。假设是演艺的这种通告，他们组个小群，里面所用的所有的行话术语都很专业。假设是工作机会，都看起来像是真的。所以当他们进入到机场下飞机那一刹那，被接人或者到旅馆接人，接着就很多就是透过好几小时车程到边境，这时候他们可能都还有点疑虑，但是半威逼半接受状况之下就去，那很多人其实出不来的。那我们要知道是其实。因为泰国的这个观光业还是它经济的很重要的命脉。是。那以去年而言，有一个资料是旅游人次3900万人次，今年是2025，他们目标值是4000万人次。那去年其实第一当然是中国大陆，第二呢才是所谓的这个印度马来西亚，第三印度，第四南韩，最后一个是所谓的俄罗斯。那中国大陆有多少的观光客？去年大概是670万人次。今年本来预估是要往前的，泰国设定的目标要超过700万人次，但是因为这个事件的这个隐形的杀伤力还是非常非常强。那有一个资讯就是经过5个月，这个6国的共同司法打击合作，他们说共同破获160多件电信诈骗，逮捕超过7万人。